2名初中男生不仅被性侵，而且还全被枪杀。然而此时枪手还劫持了另一名男童，躲进了锅炉房。可就在警察劝降之际，里面突然传出了枪声，于是警察当即破门而入，结果却发现枪手已经跳窗而逃，人质男孩脑袋被击中，不过好在只是擦伤而已。紧接着警察就包围了整个学校。此时校保安报告，刚从学生手里没收的一把枪不见了，原本他是锁在保险箱里的。大队长赶紧追问那名学生的名字，结果那人竟是死者的同伴，不用说他的嫌疑是最大了。随后警方大部队就冲进了他家，这下可把老黑吓坏了。但当警察说明来意后，老黑才知道原来是来找儿子的，可小黑却声称枪被同学抢走了。而这时老黑才知道儿子竟然偷了自己的枪，然而警察可不会轻易相信，必须要审问才行。结果查明小黑曾因带刀去学校被停学了2次，这次居然升级成带枪了，所以杀人动机可能是为了报复学校。而此时本森来报告，法医证实死者是被枪管侵犯的，因此没有留下犯人的 DNA， 无法比对。那么目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幸存男孩指认了。于是警察把嫌疑人照片放在了男孩面前，可谁知乔治好似还未从惊吓中走出，表示并未看清凶手的脸，但警察仍希望他努力回忆。而此时细心的本森发现乔治很爱绘画，因此就让他试着画出凶手的样貌。不曾想乔治还真画了出来，而校保安也一眼认了出来，他竟是学校的清洁工，上周曾被学生恶搞过，并且带头的恰好就是其中2名死者。同时他也有机会来保安室偷枪，所以目前越看清洁工的嫌疑越大。然而清洁工却全部否认了。虽然警察拿出了乔治的画像，但他仍是不承认，并且在警察推理出作案过程后，还反问那我是怎么逃出去的呢？当警察说出窗户后，清洁工竟然笑了，因为他有废弃主，根本不可能爬上那么高的窗户。结果这一下就把警察搞懵了。随后他们实地调查后发现，果然爬上窗户对清洁工来说是不可能的。而就在警察百思不得其解之际，技术员又有了新发现，他们追踪了子弹轨迹，发现最终打到了墙角。不过在此之前，子弹是从锅炉反弹过去的，并且一开始是击中了头顶的一根管子，而这表明子弹是直线向上射出的。显然这有点说不通，于是本森猜测也许凶手向天开枪警告过。可在技术员又提出到处是乔治的指纹后，本森突然想到也许乔治就是凶手。 Joe comes in here, he runs to the window, it's too high, he can't get out, he hears us on the outside. He put the gun to his own head, he shrinks from the shot. Bullet goes straight up. He's bleeding, he panics, so he looks for a place to hide the gun. 于是根据这个推测，警察很快就在锅炉里找到了那把凶器手枪。这下乔治可跑不了了。紧接着警察就来到了乔治家，打算逮捕他，却不料屋里居然没有人。乔治早已不知所踪，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幅绘画，上面正是命案现场，凶手就站在一旁，这说明乔治策划了一切。然而母亲也不知儿子去了哪里，还狡辩乔治只是靠绘画疏解压力，这幅画并不能代表什么。但警察早已发现，画上标注的完成日期在案发之前，这毋庸置疑证明乔治提前做了谋划。可母亲就是死犟，儿子不会做这种事。即使警察苦口婆心劝他交代，然而母亲就是坚称不知乔治在哪，但警察岂会相信？于是半夜守在了乔治家门外，他们相信母亲肯定会去见儿子的，只要跟着他就行了。而果然很快母亲就行动了。见状，警察急忙尾随跟踪，随后就在一间仓库里将母子2人人赃俱获。这下可全完了。接着警察就对乔治进行了严刑拷问，起初男孩还不承认，不过警方手里有那张画为证。当问起凶手是谁时，乔治竟称那是佐尔坦。可当警察继续追问之际，乔治却突然好像发疯了，不仅大喊佐尔坦会杀了你们，还用脑袋狠狠撞起桌子，自残起来。此时警察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乔治好像有精神病。随后专家黄博士证实乔治得了忧郁症，虽然这并不会导致他杀人，可乔治有黑暗幻想，是某种东西让幻想变成了事实，佐尔坦只是他幻想出来的宣泄口而已。因此黄博士建议找出导致乔治精神错乱的原因，可大队长不赞同，毕竟乔治杀了2人，事实上他就是凶手，所以必须让乔治认罪伏法。于是黄博士建议让他休息一会后再审问。而果然休息了10分钟后，乔治开朗多了，自称不敢睡觉，因为脑子里有个声音一直在尖叫。见状，黄博士赶紧给予了专业的安慰，乔治这才吐露了真相。 Kids mess with you? All the time. They laugh at me, they pull down my pants, they call me a shrimp. Zoltar punished them. With a gun. They're running, and I'm shooting, there's blood everywhere, but they just won't die. Not till I get close. Bang! Bang! They finally stop. I heard sirens. I ran to hide. I went to the boiler room, but the window was too high. So I put the gun to my head.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警察也都知道了。既然乔治终于坦白了，那接下来就是对他的审判了。但由于他已年满13岁，并且还是预谋杀人，所以乔治将被当作成年人审判。然而还没等到检察官起诉，警探们又有了新发现。他们调查到乔治曾服用过治疗药物阿普多，而这药的副作用就是会导致狂躁症，因此乔治的行为可能是药物导致的。对此，检察官立即指示去调查清楚，视情况看是否网开一面。
于是随后警察就来找了心理医生，可他并没有给乔治开药，因为他深知阿普多的副作用。本来他认为心理治疗就足够了，可不久后乔治妈就来电不治了，因为心理治疗不在医保范围内，相反药物却可以报销。而得知这个消息后，检察官当然认为乔治服用阿普多是谎言，结果下一秒就被打脸了。乔治的血检报告显示他体内含有阿普多成分，并且最后一次服药时间是在案发前24小时内，因此这么看乔治极有可能是受到了阿普多影响。但问题又来了，乔治是从哪获取的阿普多呢？于是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检察官亲自来问了乔治，结果乔治却就是不说。对此检察官只能假设乔治是自己弄来的药，他服药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爽一下，是主观犯罪。随后在法庭上，检察官在这一点上对乔治展开了穷追猛打，然而乔治仍是守口如瓶，坚决不交代阿普多的来历，但检察官却是不依不饶。最终在乔治快要崩溃之际，母亲突然挺身而出，竟承认是自己给儿子吃的药，这下终于清楚了。接着母亲坦白阿普多其实是有人寄给自己的，他就这么突然出现在了门口。显然警察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但母亲信誓旦旦保证说的是实话。就在我得知心理治疗不报销之后，阿普多就出现了。当时乔治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于是我就给他服用了。对此检察官赶紧问包裹里都有什么，结果还有一封信，而这是医药公司的来信，他们推荐这种新型阿普多，每周服一次。同时母亲也承认3年前自己就服用过这家公司的阿普多。此时警察也明白了，母亲看儿子病得很严重，于是就把自己的药给他吃了。对此母亲仍狡辩是为了乔治好，结果一听这话，警察当即就怒了，怒斥女人这是在强迫儿子服药。检察官也疑惑为啥不找医生开药，不料母亲的理由是不想儿子被打上有病的标签，治疗记录会跟着他一辈子的，他也只是想让儿子好起来，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对此警方认为应该追究医药公司责任，怎么能随意邮寄强效处方药？可哪知刚刚医药公司总裁否认了这件事，坚称在未经索取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主动寄药的。而对于信件的解释是，这是不良业务员的个人行为，公司会处罚他的。显然这种说辞连大队长都糊弄不过去，他坚信医药公司这是有意为之。最后检察官决定办他，不过在此之前他出于恻隐之心，和乔治商谈起了认罪协议，只要乔治认罪，他将被关进精神病院得到治疗。然而律师却还想搏一搏无罪释放，结果检察官晓之以理，即使乔治赢了官司，可他还是无处治疗，又会开始恶性循环，他的情况根本得不到改善。最终律师将决定权交给了乔治，而乔治竟一口同意了，他想要的只有健康而已。既然乔治的案子顺利解决了，那接下来就是向医药公司开刀了。随后警方想方设法找到了邮寄阿普多的业务员，可谁知他一听是这件事，吓得连忙开车溜了。但警方必须撬开他的嘴，于是检察官如复古之躯又找上了他，随后带着业务员见了乔治的母亲，而母亲则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也坦诚会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但也希望业务员揭发公司，避免更多的人受害。可业务员的理由也很正当，信里有说明没让给孩子吃。见状母亲赶紧打出了同为人母的感情牌，因为业务员也是一位母亲。最终母性使然，业务员被说动了，交出了证据。随后就在医药公司总裁召开发布会之际，警察突然登门，出示了他签署的直销营销政策，以及他威胁员工，若向媒体或执法人员透露阿普多的邮寄营销，他们就会面临违约诉讼的文件。然后总裁就被以危害他人安全罪及违法发送处方药而被逮捕。至此，始作俑者终于受到了惩罚。